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官方发布了更新公告。那我看了一下这一次更新的东西，其实还蛮多的，而且还有大家期待已久的更新。这个更新会在8月8号前后更新，国际服跟国服可能有一定的差别。首先，第一个部分，新任督系统即将上线，统帅故事等您解锁。开放新任督系统，本次共开放10位统帅。曹操、袁逆经艾塞尔埃及艳后，善德女王贞德 CPR， 孙武、贝利沙流和洛哈。开放后可解锁统帅们的独特故事，与他们进行深入交流，也是那种 NPC 对话啦，估计。那我个人其实对这个部分不感兴趣。以上统帅将会出现在您的城市当中，与您互动。其实在万龙觉醒也是有类似的系统，可以与他们交谈或者赠送金苹果，即可提升你们之间的信任值。信任等级越高，解锁统帅传记越多，您将可了解到更多有趣的故事。当信任值达到特定等级时，还能获得该统帅的专属动态表情。那我觉得这个信任值应该也是休闲玩而已啊，毕竟他拿到的奖励呢都是一些表情包，又或者是解锁他们的故事而已，所以对于战场上应该是没有影响啊，就看你们自己要不要去解锁。因为我相信有部分玩家其实会想要玩这种东西的。假设对于打仗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的话，我觉得增加是 OK 没有问题的。接着去西活动也会出现艾斯梅丽达的助导，也就是那个骗钱的女人，俗称哈利波特转盘。这个转盘呢大致上都是要氪金的，所以你们看这一次活动要不要完成啊？那我个人觉得这一次有很大可能用回旧的皮肤了，应该不会有什么新的皮肤出现。移城纷争振奋夺秒也是回来了，还有那个寻真逆袭，这个就是上次玩的那个指南针，这一次指南针已经不值得玩了，有很多很坑的东西。那么基本上这些活动来来去去都是一样的，我们看别的东西。失落之地相关优化了部分征战成就的奖励，将在版本更新后开启的失落之地终生效。KVK 2会把部分的征战成就更新成自选阵型宝箱，至于 K3 是把部分征战成就的奖励换成了洗炼石。第二点，在 K1 到 K3 的剧本中，降低了部分失落之地编年史的任务难度，降低了占领王国要塞时的难度，应该是没有什么玩家可以帮忙打了已经打不过了，不然就是没有什么玩家已经可以氪金了，所以官方逼不得已要改一下难度啊！哎呀，以前我们哪里有这种问题的？以前我们氪金氪下去，人多的时候一打就过了第三点，新增赛季荣誉榜，在失落之地开放的最后3天内，您可查看目前失落之地所有执政官的击杀数、阵亡数、治疗数排名。那么其实这个东西呢，我有一些朋友是已经可以看到了，我看到国服也是有部分玩家好像是可以看到了。那我朋友之前有分享啊，他打了多少的排名。这个新的更新我在之前也是有介绍过，也是有爆料过，但是这个东西呢只能作为自己参考而已，它的记录并不是像我们 DKP 这么完整，所以你要算得很仔细，每一个王国他们付出了多少，打了多少的击杀，阵亡消耗有多少，还是要自己计算的，这个只是给你作为参考而已。第4点，已经优化了可以同时派2支部队参与同一个集结的剧本，提升了调整部队的体验，现在可在2支队伍中任意选择一队了。哇，这个东西出现了我就发达了你们有看过之前我补兵吗？那个一阳子但是我只能补一队兵进去而已，然后一直卡着。我老实说，集结放2支部队也是应该要更新了，因为我们现在的集结很容易被人家激活掉，像是大部分的玩家都已经弄好装备了，然后还有水晶科技、军器，再加上现在统帅的输出都是特别高，如果只能塞一堆兵进去的话，是根本来不及补。像我之前有分享过96年的 KVK， 集结开出去总是不到1分钟时间就马上被人家围掉了，然后你的部队是永远补不进去的。不过实际还是要看如果可以放2队之后有什么影响，因为我方可以放2个部队，敌方也是一样可以放2个部队，有可能我们围殴其他人的部队也是一样很难围下去了。第5点，在前置中第1阶段，交换图纸的范围由联盟成员扩大王国成员，且将开放一次兑换大量奇迹产业的功能。这个东西不是应该要很早就出了吗你们知道之前我打了800多个王国补给箱有多么痛苦，你们知道吗？除了图纸要一个一个换之外，我还要去找人帮我换图纸，要一直换联盟，你知道多么痛苦吗？你现在才跟我讲要更新啊！官方真的是特意的，我现在没有打签字了才跟我讲有的更换。第6点，优化昔日荣光活动，将对8月11日开放后的失落之地有效，根据失落之地具体的情况调整了各阶段的难度，
调整了各阶段持续时间，第一阶段为3天，第二阶段为2天，第三阶段为2天。如果时间结束仍未完成阶段性任务，则系统将会强制完成阶段，也就跟现在差不多而已，只是它的时间延长了一点点。新增了第3阶段内获得英雄印记的数量限制，达到上限后捐献统帅雕像仍可以提升王国要塞、阵营要塞进度，但将无法获得英雄印记啊！通常我换完之后我还会再继续换的哦。因为这些你不要用了雕像了，你拿去换完之后，虽然已经兑换了所有奖励，但是剩下的它最后会兑换成一些资源给你。哇，它这个不再给我英雄印记的话，这样我不是不能换到其他的资源了？我官方出大招了哦！这样那些剩余的雕像要怎么处理？就是说我只能捐，不会拿到英雄印记，没有拿到英雄印记，我不能拿去回收换成资源。哇，这样子有点亏哦。优化了部分失落之地系统文本，并不影响玩法，这个应该是改一些字而已啦。电脑版的优化，完善账号系统内功能，目前已可以使用信箱进行登录了。滑鼠右键的指令也可以对头贴使用了。优化了设定内的显示方式，因为我用电脑版很少啊，所以这边更新其实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影响。有用电脑版的玩家你们就自己注意咯。第5个部分，其他优化，优化了心愿之血活动，宁可在活动中切换心仪的统帅作为活动奖励，这个调整会在更新之后才有效。我觉得他会给我们调整是因为太多玩家投诉了，之前就是你选了那个统帅之后不能再改，就变得那些玩家要谨慎选择自己想要什么统帅。不过我相信有大部分玩家都是像我这样子玩，就是选择自己已经觉醒的统帅拿来钥匙换钥匙而已。第2点，优化了个人资料界面显示方式，新增了奥林匹亚之巅、埃及之战及失落之地的战绩。哇哦，增加这么东西不是更卡吗？第3点，新增合并单支队伍的战报功能，您将可直接查看某部队在派遣期间内的战报记录。那这个我理解为就是可能我派了曹操出去，我就把曹操每一份报告合并起来变成一份查看。我以文本上看是这样子理解啦，我不确定有没有理解错。这样确实是方便一些统帅测试啊，可以看他整个报告会比较好一点。第4个优化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优化，优化了战斗相关体验，新增一次派出多支队伍的功能，可以一舰多队啦，各位，您可以勾选多选将存档中的部队一次派出。但是我觉得啦，官方应该是会有一些限制，它这里没有写的特别详细而已。因为官方之前也是有讲过，他们考虑到地鼠的问题，或许有可能派出去之后要等20秒才可以回程也说不定。新增城市驻防统帅存档功能，您可同时储存多个驻防统帅的搭配方案。那我相信一般玩家是不会用到了，只有那些有练驻防统帅的玩家，或者是有丢称出去接集结的玩家才会用到而已。派遣部队参与集结或驻防时，若设进了多个推荐兵种，则会以推荐顺序列出该兵种的所有等级单位：步兵、骑兵、工兵、工程车。第5点，调整了奥林匹亚之巅及埃及之战中的迷雾显示方式，使其显示效果更加柔和。第6点，优化了奥林匹亚之巅及赛罗利危机中隐藏功能的位置，提升使用该功能的便利性。第7点，卡鲁拉克仪式新增活动捷径，我觉得卡鲁拉克仪式改成像水晶版的就不错，在左下角就有一个快捷键，你点了之后就可以马上召唤了，那个很好。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更新公告了，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